为什么一只股价冲到最高$616的明星公司会在几个月内回跌$430？为什么一家净利率高达28%、全球市场份额超过80%的龙头会被市场疯狂抛售？为什么在股价大幅回调之后，华尔街分析师依然给出$582的平均目标价，甚至有人喊到$685？这家公司就是 Intuitive Surgical ISRG。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背后的真相。如果我告诉你，全球80%以上的手术机器人都来自它，外科医生离开它几乎就像失去了双手。如果我再告诉你，它的市盈率高达50多倍，比很多 AI 科技股还要昂贵，你会不会怀疑这家公司是不是下一个泡沫？欢迎来到 Money Talk Eric 频道。今天我们要问的尖锐的问题是，它到底是无可替代的霸主，还是被高估的一两毛？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会从股价表现、公司概况、核心产品到基本面、行业格局，再到分析师怎么看、投资逻辑怎么落地，进行一个系统而完整的拆解。好，那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股价表现。各位先看一下最近一个月的走势。9月份 ISRG 的股价明显进入了一个相对低位的震荡区间，基本面徘徊在$425到$450之间。虽然成交量没有出现极端放大，但我们能看到市场有一定的抛压。结合52周区间来看，目前的价格几乎就是在整个区间的底部附近。那换句话说，短期趋势是偏弱的，市场信心不足，股价更像是贴着地板在走。既然短期走势比较疲软，那我们再把视角拉长，看看半年维度是不是有不同的故事。半年时间里，最关键的节点出现在2025年5月16日，当时股价一度冲上年内高点，接近$563.6，但随后一路回落，进入了调整期。从走势来看，5月之后下行趋势比较明显，很可能受到财报的冲击，或者是宏观环境、医疗设备板块整体的调整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期趋势是从高点回落，进入震荡调整，市场在消化前期的涨幅。如果把镜头再拉长到一整年，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完整的过山车行情。过去一年 ISRG 的股价从$450左右起步，最高曾冲到$616，但随后在夏季到秋季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调，目前又回到和年初差不多的水平。也就是说，过去一年其实走了一个典型的先上涨再回落的过山车行情。这种先涨后调的走势反映出市场在不断权衡公司基本面与估值的平衡点。那各位其实可以先把目光拉回到去年底到今年5月份，在这段时间里 ISRG 的股价可以说走出了一波很漂亮的上涨行情，并在5月16日定格在年度高点$563.6附近。那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股价不断往上？我们总结了4个关键驱动。第一点就是财报超预期。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公司公布的手术量增长、营收增速明显比市场预期要好，这就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剂，让投资人对未来更有信心。第二点就是市场扩张预期。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继续进入全球更多医院，投资人会觉得渗透率还在提升，未来的收入还会有更大空间。第三点就是医疗机器人板块的热度。在那段时间里， AI 加上医疗、机器人手术这些关键词本身就很火，大家普遍愿意给更高的估值溢价。换句话说，不只是基本面，整个板块的氛围都在推着它往上走。那第4点就是宏观环境了。当时美股整体也在走强，尤其是医疗科技权重股带动，风险偏好比较高，行业和大盘共振，自然是让 ISRG 享受到了估值抬升的红利。所以在这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推动股价不断冲高，一度来到了$616，刷新了年度纪录。但是股市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上涨的背后往往埋着下跌的种子。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从5月份高点之后 ISRG 为什么会掉头往下。那从5月高点之后，它一度回落到了$440区间，这一波回落其实也不难理解，主要是几个压力点叠加起来。第一个就是估值压力，当时 ISRG 的 Forward PE 已经达到了54倍，属于典型的高估值成长股了。一旦市场风向转弱，高估值就很容易被资金抛售，估值修正压力自然能体现出来。第二点就是财报不及预期。2025年第2季度或中期财报里，手术增速和营收增速放缓，虽然不是大幅下滑，
但低于市场预期就足够触发股价回调。第三点是宏观利空，美国当时处在一个延长高利率周期里，医疗设备类这种高估值的股票就更容易成为资金减仓的对象。第四点是竞争压力，美敦力、强生等对手加快在机器人手术领域的布局，市场开始重新评估 ISRG 的独家龙头地位，预期被削弱。第五点就是资金兑现，很多大资金在5月份高点选择落袋为安，获利盘出逃，进一步推动股价下行。所以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了股价从高点一路回落，重新跌回到440美元区间。那问题来了，下跌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一蹶不振呢？其实并不是。到了9月，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横盘震荡。现在我们看到的局面就是股价在425到450美元区间的反复震荡，没有再继续下跌，但也缺乏明显的反弹动力。背后的原因是3个。第一点是底部支撑，股价已经接近52周低点425美元了。对很多机构来说，这个位置属于安全边际区域，他们会观望，等一个反弹的信号。第二点呢，就是催化剂缺乏，没有新产品的发布，也没有重磅新闻，公司正处在一个等待下一个财报或者事件的真空期。在这种情况下，股价也缺少突破的理由。第三点是市场心态，投资人对机器人手术长期逻辑还是有信心的，所以不会大规模抛售，但大家也都明白短期没有新的亮点，因此选择观望，形成了现在这种低位横盘的状态。那总的来看，9月份的 ISRG 更像是一个低位筑底，市场没有方向，等待下一个催化剂的到来。所以从上涨驱动到下跌驱动，再到现在的横盘整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股价周期。接下来我们其实就应该问了，支撑它长期价值的到底是公司基本面还是市场情绪？那么在进入基本面之前，我们要先更深入的了解这家公司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它靠什么产品赚钱，它所在的行业又是一个怎样的格局。只有把这些吃透，我们才能够理解它股价波动背后的逻辑。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ISRG 的公司概况。这家公司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 Sunnyvale， 它的市值大概在 1574.5 亿美元，是一家全球顶尖的医疗科技公司。它的定位非常清晰了，就是全球领先的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提供商。换句话说，它不是一家传统的医疗机械公司，而是把机器人和外科手术这2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的赛道。那公司的核心使命就是通过创新的微创外科手术技术，提升手术的安全性、精准度和效率，同时减少病人的创伤与恢复时间。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他希望做到让手术更小创口、更安全，同时帮助病人更快出院。在市场地位方面， ISRG 可以说是行业中的绝对龙头，无论是装机量、手术次数还是市场份额，它都排在第1位。事实上 ISRG 的市场份额常年稳定在绝对领先的位置，几乎相当于行业的代名词。所以它其实是一家有接近30年积累，以机器人手术系统为核心的高壁垒公司。它在市场上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也是后面投资逻辑的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ISRG 的核心产品和营收结构。说到 Intuitive Surgical， 最绕不开的就是它的王牌产品达芬奇手术系统。这个系统在2000年就获得了 FDA 批准，至今已经应用在泌尿科、妇科、心胸外科、普通外科等多个领域。它的优势是在于能够提供医生3维高清视野和精准机械臂操作，大大支持了微创手术的发展。很多传统开刀手术都可以通过达芬奇转变为小切口的微创操作，降低了病人的风险。那除了达芬奇，它还有 ION 平台，这是一个柔性机器人，主要用于肺癌诊断和治疗，比如支气管镜导航。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极高的疾病，所以 ION 平台是 ISRG 在扩展新赛道上的重要棋子。再加上耗材与配件，这是它的现金流，因为每做一次手术都必须消耗一次性器械和配件，这就保证了稳定的高频收入。从营收结构来看，它的商业模式有一点像剃刀加上刀片的组合。机器人耗材收入大概是占在 55% 到 60%， 系统销售包括达芬奇和 ION 大概占到了 25% 到 30%， 服务与培训约占 15% 到 10%，
这意味着 ISRG 不仅是靠卖设备赚钱，更靠长期的耗材和服务保持稳定的现金流。这种模式和传统的一次性设备销售不同，它更像是锁定客户之后长期持续收割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一页其实我们可以总结住2点：达芬奇是核心的护城河，第2点就是耗材是稳定现金流， ION 是未来的扩张点。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行业格局。从行业背景来看，全球手术的趋势正在快速向微创手术转移。原因很简单，病人恢复快，出血少，住院时间短，大家都不希望开大刀，这给机器人手术创造了天然的需求。那整个机器人手术市场未来几年都将保持2位数增长，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渗透率提升非常快。在市场地位上， ISRG 占据了超过 80% 的份额，几乎是行业的代名词。它的竞争对手主要包括美敦力，它推出了 Hugo RAS 系统。第2个是强生，通过 Verb Surgical 与谷歌合作，还有赛诺菲、史赛克等大型医疗公司。但问题是，这些竞争对手的产品成熟度和手术案例积累都远不及 ISRG， 医生的培训生态也更偏向达芬奇，所以短期内 ISRG 依然能够遥遥领先。从未来趋势来看，主要有3条主线。第1条就是医疗成本压力，医院希望提高手术效率，所以机器人手术更受欢迎。第2点是新适应症的拓展，这个不仅限于泌尿科、妇科，还会进入普外科、心胸外科、肿瘤外科等更广的领域。第3点就是新兴市场了，比如中国、印度、东南亚的渗透率正在提升，这是未来的主要的增长点。所以整个行业其实是一个高速成长的大蛋糕， ISRG 又占据了绝对龙头的地位，未来仍然具有很强的确定性。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优势和挑战。先来看 Intuitive Surgical 的优势，也就是它为什么能成为全球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绝对龙头。第1个优势就是它的技术领先和品牌护城河。达芬奇手术系统已经成了机器人手术的代名词，医生和医院一说到手术机器人，第一反应就是它。25年以上的手术经验积累，形成了庞大的手术案例数据库，建立起强大的技术壁垒。换句话说，你可能短时间模仿产品，但想复制它的经验和案例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第2个优势就是它的商业模式特别稳健，它的剃刀加刀片的模式，也就是一次性卖系统，之后再靠耗材和服务持续赚钱。每做一次手术，医院就需要耗材，带来高频收入，这就像卖打印机，同时还要卖墨盒一样，现金流非常稳定。第3个是市场份额压倒性， ISRG 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80%， 几乎是行业标杆。它的系统已经在70多个国家，而且有7500多套装机，几乎看不到能威胁它规模的竞争者。第4个就是它建立了庞大的医生培训与学术生态，医生一旦接受培训，未来换平台的可能性就很低。这其实就像苹果生态一样，习惯了一个系统就很难切换。第5个优势是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趋势，全球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对微创手术的需求不断增加，而达芬奇正好契合这种趋势。微创手术意味着伤口小、出血少、恢复快，这让机器人手术越来越受欢迎。所以总结来看， ISRG 的优势不仅是技术和产品，而是一个系统加耗材加医生培训加市场份额的全方位护城河。当然了，再强大的公司也有挑战，我们要客观看到 ISRG 面临的5大压力。第1个挑战是高估值压力， ISRG 的 Forward PE 目前是54倍，市场对它的增长要求非常高，只要财报数据稍微低于预期，股价就会大幅波动，这也是为什么股价在财报季上总是特别的敏感。第2个挑战就是竞争正在加剧，美敦力的 Hugo RAS、 强生的 Verb Surgical， 甚至赛诺菲、史赛克这些巨头都在积极进入。虽然短期内很难撼动 ISRG， 但长期来看，如果替代产品逐渐成熟，它的垄断地位可能会被侵蚀。第3个是系统价格昂贵，达芬奇一套系统价格在100到200万美元之间，中小医院根本负担不起，这直接限制了渗透率。要知道，医院投资回报率的考量很现实。第4个挑战是监管与政策风险，手术机器人需要通过各国的医疗监管批准，而医保政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渗透速度，特别是在新兴市场，这个因素格外重要。
最后第5个就是增长放缓的担忧了。美国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未来增长更多是要依赖新兴市场，比如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但这些地区不仅面临监管挑战，还存在采购周期长、政策不稳定性高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 SRG 的挑战并不是产品不行，而是高估值加上竞争加剧，加上价格过高，加上政策风险和市场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叠加，决定了它未来的增长不会一帆风顺。那么说完了它的公司业务、市场格局和优劣势，我们下面要进入到投资人最关心的部分——基本面分析。先来看股权结构。从数据上可以看到，管理层和创始团队的持股比例非常低，只有 0.53%。这说明 SRG 的股权非常分散，公司治理更偏向机构投资人。换句话说，这家公司不是典型的家族企业，而是一个标准的由资本市场驱动的现代化公司。再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高达 89.01%，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股份都掌握在华尔街的大型基金、养老基金手里。这其实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说明资本市场对公司有高度认可，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股价会随着机构的仓位调整而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更有意思的是，流通股中的机构持股比例高达 89.48%， 几乎市场上能交易的股票全都在机构手里。换句话说，散户的声音在这家公司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股价基本是由大资金说了算。最后是机构数量，持股机构多达3114家，覆盖面非常广，说明风险相对分散，不会因为某一家机构的买卖动作就会引发剧烈的波动。那 SRG 的股权结构其实就是典型化的机构化公司，优势是治理规范，资本支持强，但劣势是散户几乎没有博弈空间，股价更容易跟随大资金情绪而波动。接下来我们看资本结构。首先，公司的市值大约 1574.5 亿美元，属于全球医疗科技企业中的超级大盘股。这样体量的公司已经具备很强的市场定价权。第二个亮点是公司是零负债。是的，你没有听错， Total Debt 等于0，也就是说 ISRG 完全没有债务包袱。这在美股大公司里其实很罕见，大多数同行都会背负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长期债务，而 ISRG 能保持零负债，说明它的现金流非常健康。那现金储备呢？大约 53.3 亿美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金，足以支持研发、全球扩张以及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大约1亿美元的其他资产，规模很小，对整体影响有限。最后是企业价值 EV， 大约 1522.3 亿美元，比市值稍微低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公司持有大量现金且无负债，所以 EV 会比市值略小。这里传递出的信号是 ISRG 是一家净现金公司，财务结构极其健康。所以资本结构告诉我们 ISRG 的底子非常扎实，账上现金充足，没有债务负担，这让它面对行业竞争和经济波动时更有底气。接下来看风险因子，先看做空比例，只有 1.6%， 属于非常低的水平，说明市场上看空 ISRG 的资金不多，整体氛围还是偏中性甚至乐观。再看被做空股份，大约572万股，占总流通股份的比例很小，风险可控。换句话说，空头在这家公司里基本翻不起什么浪，回补天数只有 2.5 天，也就是说，如果真的出现大规模空头回补，市场上的流动性足够，可以很快消化，不容易出现被恶意做空的情况。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指标就是贝塔系数 1.62， 这说明 ISRG 的波动性明显高于大盘，属于一只高贝塔股，就是当大盘涨 1%， 它可能涨 1.6%， 当大盘跌 1%， 它也可能跌 1.6%， 所以股价会更敏感，更容易受市场情绪影响。所以风险因子这部分会告诉我们，虽然市场对 ISRG 整体态度偏乐观，做空压力有限，但是它的股价波动性偏高，投资人需要有心理准备，不能把它当成稳稳当当的防御性股票来看。结合股权结构、资本结构和风险因子，其实 ISRG 呈现出的画像就是一家极度健康、现金充裕的公司，但同时它是一个高度机构化，股价走势更容易受到市场情绪和宏观环境影响。它不是会爆雷的公司，但是它的波动性，投资人也一定要注意。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股息。大家可能会好奇，
像 Intuitive Surgical 这种巨头到底分不分红？答案是完全不分。FWD 股息是0，派息率也是0。因为这家公司选择把全部利润留存用于研发和全球扩张，这就是典型的成长型医疗科技企业逻辑。他们的研发周期长，技术门槛高，更看重未来10年的技术壁垒，而不是当下的现金回馈。所以买 ISRG， 你不能指望他们给你派发股息，而是要靠股价上涨来获得回报。他偶尔会做股票回购，比如2021年有过一次3:1的拆股，帮助增加流动性，让更多中小投资者参与。但总体来说，他的投资逻辑就是你是在赌它的长期成长性。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股价动量表现。这一页给出的评级是 D， 也就是说过去一段时间 ISRG 的股价表现其实比较弱。过去3个月跌了将近 18%， 而行业中位数是正 7.4%， 明显落后。过去6个月也差不多跌了 10%， 而行业是正增长。但如果拉长到9个月到1年，情况就有意思了。9个月的数据是负 17.9%， 比行业还差。可是1年期它的跌幅只有负 8.3%， 反而优于行业的负 12.8%。 换句话说，短期看它的股价压力很大，估值高，市场预期又高，所以容易被杀估值。但长期看它的底子比同行稳，所以抗跌性更强。所以总结来看，它是短期疲软，长期抗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的股价动量表现会被评为 D 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关键的一块，盈利能力。这里的评级是 A， 也就是最高等级。先看毛利率 66.6%， 远高于行业中位数 60%， 而且接近它自己5年的平均水平，说明它的盈利能力很稳定。再看 EBIT 利润率 29%， 对比行业的 4.9%， 那是碾压性的优势。而且比自己历史平均还高一点，说明运营效率在提升。净利率更夸张 25.8%， 行业几乎是0，而它远远超过 25% 的历史均值。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ISRG 不是靠规模堆砌营收，而是真正能赚钱的高利润公司。再看 ROE 和 ROA， 分别是 16% 和 13%， 不仅高于行业，甚至高于自己的历史平均，说明公司不但赚钱能力强，资产和股东资金的使用效率也很高。所以总结来看，它是稀缺的高利润医疗科技公司，是真正的赚钱机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投资者最关心的板块，未来的成长性以及当前的估值水平。成长性告诉我们这家公司未来能不能持续扩张，能不能继续吃下市场。从成长性角度来看，它的数据其实非常亮眼，评级给到了 B 加。首先，未来营收增长预计在 16.31%，不仅明显高于行业中位数的 8.18%， 也高于他自己过去5年的平均 14.04%。 这说明公司不是吃老本，而是依然具有很强的增长动力。再看 EBIT 增长，预期在 18.76%， 而行业只有 8.76%， 这意味着它的盈利能力会比同行扩张得更快，不仅收入在涨，利润率也在放大。长期 EPS 增长呢？未来3到5年复合增速预计在 14.62%， 比行业的 10.05% 高出不少，也和公司自己历史平均的 14.01% 基本一致，说明它的盈利增长是可持续的。唯一相对平庸的指标是 ROE 增长，只有 1.22%， 虽然不高，但依然比行业和公司历史要好，代表股东回报率在慢慢改善。所以整体看下来， ISRG 的成长性并不是爆炸式的那种，而是属于一个成熟巨头的稳健增长，既能维持2位数的营收和利润增长，又能长期保持 EPS 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为什么评级给到 B 加，属于比较扎实的成长性公司。但是成长性好不代表估值就便宜。我们来看估值，评级给到了 C， 这里的矛盾点非常明显。目前它的前瞻市盈率是 54.01 倍，而行业中位数只有 18.1 倍，差不多是行业的3倍。过去12个月的实际市盈率也在 54.56 倍，同样远远高于行业的 17.06 倍。这意味着市场对它的预期溢价极高，投资人愿意花3倍的价格买它的成长。再看市净率，公司高达 8.82 倍，行业中位数是 2.96 倍，溢价 228%。企业价值比销售额在 16.65 倍，行业是 3.76 倍，溢价是 342%。企业价值比 EBITDA 也达到了 47.79 倍，行业只有 13.88 倍，溢价为 244%。从所有估值指标来看，
ISRG 都显著高估。虽然和它自己过去5年的历史相比，估值水平稍稍有一点下降，比如市盈率从65倍降到54倍，但依然是一个昂贵的股票。这也解释了市场对 ISRG 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它是行业龙头，成长性稳定，盈利能力出众；另一方面，它的估值确实非常高，买入的容错率很低，只要财报稍微不及预期，股价就会容易大幅波动。所以，成长性和估值放在一起看，就是典型的好公司不便宜的价格。评级 C 也在提醒投资者们，想要买它，就得有更长的投资视野，短期想套利的话，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看完了 ISRG 的基本面，我们还要把它放在同行业里进行对比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 ISRG 的同行公司的整体体量对比。在表格里你会看到几个核心指标：市值、企业价值、员工人数以及分析师覆盖情况。首先，在市值方面 ，ISRG 的市值是1574.5亿美元，放在整个医疗设备行业里，绝对属于头部的水平。相比之下，波士顿科学 BSX 是1437.9亿，史赛克 SYK 是1414.1亿，而美敦力 MDT 虽然企业规模更大，市值大约1205亿，但它的业务更广泛，涵盖的板块比 ISRG 更杂。真正比拼机器人手术这个细分赛道， ISRG 的优势地位就很明显了。在企业价值上， ISRG 大约是1522亿美元，和市值基本相当，这说明它几乎没有债务负担，财务很健康。而对比美敦力、史赛克这些同行，他们的企业价值通常比市值高，原因就是有更重的债务压力。员工人数方面， ISRG 只有 1.56 万名员工，但它能支撑1500亿级别的市值，这背后代表的是高效率和强研发属性。而像美敦力、雅培，员工数都在10万级别以上，是典型的人海型医疗巨头。ISRG 更像是一家高科技企业，用创新和产品力撬动价值。最后看一下分析师覆盖， ISRG 的华尔街分析师覆盖有32人，属于关注度非常高的股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分析师关注度高，市场对它的信息定价就越快，也就意味着股价波动可能更容易受到情绪和预期的影响。所以在同行业里， ISRG 的特点就是体量大、财务健康、员工精简，但是效率高，分析师高度关注，这几个标签决定了它在行业中属于明星股的地位。接下来看一下股价表现，这张图对比了过去1年的股价回报率。ISRG 在过去1年股价回报是负 10.59%， 也就是说它整体是下跌的。而对比同行，波士顿科学涨了 15.8%， 雅培涨了 16.75%， 甚至美敦力也小幅上涨了 4.38%。唯一比 ISRG 更差的是西门子医疗 SMNNY， 跌了 11.01%。 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虽然 ISRG 基本面上很强，但是在股价表现上，市场其实给了它一个冷处理。这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它的估值很高，前瞻市盈率超过50倍，市场对它的增长预期非常严苛，只要稍微不及预期，股价就容易被控制。同时，同行像波士顿科学，它在心血管领域有很强的布局，而且估值相对合理，所以股价表现就会更稳健一些。再加上2025年整体医疗板块受到了利率环境、资金风险偏好的影响，资金更倾向于找一些有增长但是又不贵的标的，而 ISRG 在这方面就显得有点尴尬了。换句话说，其实 ISRG 它的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股价却是在承压，这也是投资 ISRG 的矛盾点。你相信它的长期逻辑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市场可能不会给你太多的耐心。第3章我们来看一下负债情况。ISRG 的总负债是0，也就是说它几乎没有借债，还处于净现金53亿美元的状态，对应的负债股东权益比只有 0.88%， 几乎可以忽略。这一点非常关键，代表公司财务极度健康，抗风险能力特别强。而同行呢， BSX 的总债务是120亿美元，占股东权益比 53%， 史赛克负债171亿，占比达 80%， 美敦力更是高达286亿，占比接近 60%， 西门子医疗负债率甚至高达 88%。 你可以看出 ISRG 在整个行业里是唯一一个彻底没有负债压力的公司，这意味着它不需要依赖借债去扩张，
而是靠自身盈利滚动发展。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边际。同时，这个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当其他同行用加杠杆去快速扩张的时候， ISRG 的成长就显得更稳健，但是不激进。所以总结来看，它其实是全行业财务结构最健康的公司，净现金几乎是零负债。然后我们来看营收成长性，从营收对比增长来看， ISRG 增长 20.77%， 这个水平在行业里属于第一梯队。对比一下， BSX 是 21.44%， 也很强，史赛克 11.36%， 美敦力只有 4.98%， 西门子医疗更低，也就是说 ISRG 的增长速度在医疗设备巨头里算是顶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前瞻营收增长，它的预计是 16.31%， 仍然高于行业平均。这个数据很重要，因为它代表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3年复合增长率大约在 15.32%， 5年 CAGR 是 15.98%， 说明它过去几年保持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曲线，并且未来有望继续保持。那相比之下，美敦力和雅培都掉队了，复合增长率只有个位数。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零负债加高增长，这个就让 ISRG 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它既有成长性，又有财务安全性，所以长期逻辑是稳固的。问题就在于短期估值过高，导致市场情绪给它打了一个折扣。然后我们再来看它在同行业中的盈利能力表现。这个表格展示了几个核心指标：毛利率、EBIT 利润率、EBITDA 利润率以及净利率。首先看毛利率， ISRG 达到了 66.61%， 仅次于波士顿科学的 68.04%， 而且显著高于大部分同行。毛利率高其实说明公司在产品定价和成本控制上有明显的优势了，证明手术机器人这种高技术壁垒产品具备非常强的议价能力。再看 EBIT 利润率，也就是息税前利润率， ISRG 高达 29.03%， 远远领先同行。比如 BSX 只有 18.33%， 美敦力大约只在 19.3%， 这个差距反映出 ISRG 在运营效率上的强大优势。EBITDA 利润率呢， ISRG 更是达到了 34.84%， 稳居榜首，说明即使剔除折旧和摊销，公司现金流的创造能力依旧非常强。最后是净利率， ISRG 是 28.51%， 在医疗设备行业里属于顶级水平。虽然雅培的净利率高达 32.43%， 但那更多来自于其多元化产品线和规模效应。而 ISRG 能在单一赛道做到接近30%净利率，本身就是非常惊艳的成绩。综合来看，它在盈利能力上稳居行业龙头地位，不论是毛利率、运营效率还是净利润，几乎都优于竞争对手。这也是为什么市场愿意给它高估值的一个关键因素。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分析师是怎么评价 ISRG 的。这张表格总结了来自 MarketBeat、TipRanks、Stock Analysis 和 TickerNerd 的数据。MarketBeat 有20位分析师覆盖，其中13个给出了买入，6个给出了持有，1个给出卖出，整体给出的是中度买入的评级。TipRanks 的数据更乐观，目前有26个买入，3个持有，没有卖出，显示出分析师整体对公司未来前进度高度认可。Stock Analysis 里绝大多数报告给的是买入，少数持有，甚至有个别卖出的下调，但整体趋势依然是偏积极的。最后是 TickerNerd， 他们的报告显示22个买入，8个持有，2个卖出。换句话说，不同平台之间有细微差异，但主旋律非常一致。多数分析师依然是看好 ISRG 的长期发展。总结来看，分析师们的态度整体偏正面，虽然有少数谨慎甚至悲观的声音，但主流观点依然是买入。理由在于公司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和长期增长潜力。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析师的目标价区间。目前 ISRG 的股价大约在439美元，分析师们给出的最低目标价是350美元，说明在悲观情境下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不过平均目标价在582美元，比当前股价高出 30% 以上，意味着大部分分析师认为未来还有显著上涨的潜力。而最高目标价则达到685美元，比现价高出了将近 60%。这个预期显然是基于非常乐观的增长情境，比如手术量持续超预期，或者国际市场渗透率快速提升。所以总结来说，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区间从350到685美元不等，
跨度比较大，但整体中枢点在582美元，远高于现价。这说明市场一致认为 ISRG 短期可能有波动，但长期向上的逻辑依然非常清晰。所以分析师们普遍给出了一个风险可控、空间仍在的一个结论。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它的多空逻辑。先看一下 ISRG 的多头观点。第一个就是技术与市场壁垒。达芬奇手术系统已经成为了全球微创手术的黄金标准，医生培训、案例积累、医院适配，这些都构成了巨大的护城河，不是随随便便一家新公司能取代的。更重要的是，新产品 Ion 平台切入肺癌诊断，进一步打开了新的市场增量。第二点是财务健康和抗风险能力强。大家注意， ISRG 目前是零负债，公司账上还有53亿的现金储备，这意味着在高利率的环境下，它完全没有利息负担，依旧可以持续投入研发，扩张产品线。第三点是盈利能力， ISRG 的毛利率高达 66%， 净利率接近 29%。 要知道，很多同行的净利率只有 10%到 15%， 差距非常明显。 ROE、ROA 也高于行业平均，说明这家公司是真正的高效赚钱机器。第四点是成长性可持续，未来营收预计还能保持 16% 以上的增长， EBIT 增速接近 20%， EPS CAGR 大约为 15%。 在医疗器械行业，这个成长性是非常稀缺的，尤其是亚洲等新兴市场，渗透率很低，未来空间巨大。最后是分析师态度，市场上大多数分析师给出的评级都是买入，平均目标价比现在的股价高出 30% 以上，最高目标价甚至达到了685美元，意味着潜在涨幅超过 50%。 所以多头逻辑认为 ISRG 是医疗器械人领域的绝对龙头，财务稳健，盈利能力超强，未来成长空间巨大。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只看好的一面，接下来看一看空头逻辑。第一个就是估值过高，目前 ISRG 的前瞻市盈率高达54倍，企业价值比销售额为 16.6 倍，企业价值比 EBITA 为48倍，这个水平比行业平均高出了2到4倍。也就是说，投资者对它的成长几乎是零容错，只要未来稍微不及预期，股价就可能被严重修正。第二点就是股价动量偏弱，从股价表现来看，近3个月和6个月跌幅都在 10% 到 17%， 明显跑输行业。股价动量评级也只有 D， 说明短期资金缺乏支持，股价缺乏上涨动力。第三点就是竞争压力在加大，像美敦力、Hugo 系统、强生的 Verb Surgical 都在不断加大投入。如果这些竞争者形成规模， ISRG 高毛利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被侵蚀。第四点是市场接近饱和，美国等成熟市场渗透率已经很高了，新装机增长明显放缓，未来能增长的主要就是新兴市场。但是新兴市场又面临着监管审批、医保支付等壁垒，增长速度未必会快。最后就是高贝塔风险了，目前 ISRG 的贝塔值为 1.62， 意味着股价波动性远高于大盘，一旦市场下跌，它可能跌得更狠。所以空头逻辑认为 ISRG 的问题在于估值过高，动能不足，竞争加剧，市场潜在的增长也存在瓶颈。那说完了多空逻辑，我们最后来归纳一下投资逻辑。这一部分可以看成是对前2页的一个综合总结。首先就是长期成长逻辑，医疗趋势其实很清晰了，人口老龄化，微创手术需求提升，机器人手术的渗透率会持续走高的。ISRG 在全球手术机器人市场的份额超过 80%， 基本上是垄断级别的龙头。它的商业模式也很稳健，耗材收入占比 55% 到 60%， 就像是打印机和墨盒的关系，带来了持续的现金流。加上 Ion 平台的创新潜力，未来还有新的成长曲线。其次就是财务和盈利逻辑，它没有负债，大额现金储备，盈利能力又非常突出，净利率接近 29%， ROE 和 ROA 都高于同行，成长性也很稳健，未来营收年增速为 16% 左右， EBIT 增速接近 20%。 最后是估值与风险逻辑，估值其实是绕不开的问题。刚刚我们说了，它的前瞻市盈率也超过50倍，企业价值比 EBITA 也接近50倍，美国市场的增长已经接近了天花板，而且竞争对手在不断的涌入，短期内它可能面临压力，股价动能偏弱，贝塔高，风险也确实不小。所以 ISRG 的长期逻辑是强的，财务和竞争地位都很好，
但是高估值和短期风险需要谨慎对待。那么其实我们想问的是 SRG 它适合的投资者是谁？答案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看重长期成长和医疗科技创新的投资人，并且能够承受高估值和高波动的风险，那么 SRG 是值得配置的标的。那一句话总结来看就是 SRG 是医疗机械人的绝对龙头，长期成长确定性强，财务稳健，现金流充裕，短期来看估值偏高，股价动能不足。但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这是一个值得持有的公司。短期操作上更要谨慎布局，避免被波动伤到。今天我们完整分析了 ISRG， 从基本面、同业对比到多空逻辑和投资结论，你会发现这家公司既有高成长龙头的一面，也有高估值、高风险的另一面。它就像是一只好公司，但不一定是好价格的股票。所以最终怎么选，取决于你是一个长期价值投资者，还是一个注重短期收益的交易者。那如果你是前者， ISRG 值得你拿在手里，放在组合里，等待时间的复利。如果你是后者，那可能就要非常小心，别在股价震荡中被套牢。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分析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之后更多的深度投资解析。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我们下期再见。